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我们又是有 Kelly 跟 Wilson 啦，然后这是他们的 IG， 就去多多 follow。最搞笑呢，就是我们都谈了好几集了，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现代人的 temptation, desire, lust and ego， 就是所有我们每天生活都会面对的东西，就是诱惑。我先讲，我们近期啊，我上网看OnlyFans， 就是一个19岁的美眉，她在 OnlyFans 里面是赚了43 million， 好像是 I don't know what is in Chinese, but maybe 4300 I think it's 4个亿吧 I don't know what's that in Chinese, but 43 million US dollar。 他的 follower 有超过好几百个 million。 然后当然在马来西亚有熟悉的之前的 Miss Pui。 So 你们那些有去上过 OnlyFans 的人，记得在下面承认一下，讲加一就好了，我不会看出你们是谁。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现在的社交媒体很发达，然后诱惑很大，就你随便翻开一个社交媒体，抖音什么 IG 都好 Instagram， 就每个人都在晒how to find a rich husband, how to get rich, how to buy luxury cars， 就那种你如果是00后的 generation 更加明显，因为你会从小就玩手机，然后你会从小就吸收这种攀比性，就是哇这个人比较美。 That's why 现在的网红圈里面啊，每一个女生我看上去样子一样。你看那种跳那种 sexy 舞的什么这种来财，来我们做一个来财的 video editor。 来财来财来，我们这是被老仔混上新的光一排，香炉更台上摆，长大才来摆红盘，前程拜三拜。Yep， 你们看到以上几个来财的 video 那种 sexy 歌，就他们样子我根本分不出了，因为每个人都是做了同样的医美。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 trend， 就是网上讲的好，就是这样，这个 temptation， 这个我们的 desire 这些越来越广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 topic 是 Alicia 有没有这个 temptation 开 OnlyFans 吗？不是我你会 tempted， 因为看到他有43万的那个的 follow 啊。没有，那个是 income， 就是他你有心动吗？有考虑过吗？我记得 Miss Pui 讲过，他有12 million $12 million的 worth。 你不要吗？我比较想当武则天后宫，什么帅哥1000个，就是又有权 hold 得住吗？又有权又有这个什么后宫佳丽1000帅哥。我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temptation 啊，我其实还蛮颜值控的，这个我先认一下，这个是我的 temptation。 We don't judge， 我们不批评，每个人都有。对，我一直都在求爱情，就是我觉得现代人他们会一直求钱爱情2个字。那你怎样控制自己呢？对，我们今天就是要讲的 topic 要控制自己，然后我们就会解释一下我们如何去做一些 necessary step to like control our desire。他讲不是开 OnlyFans。 Oh my god。好，来Kelly来。我的方法会有一点点 direct 啦。我一开始这个是在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不懂什么叫打坐，什么叫冥想这种东西的时候，我是先 uninstall 掉我的 Facebook， 是我 uninstall 了很多的 application，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你没有任何想法的，但是你一开那个电话，看到很多的花里胡哨，很多的五颜六色的东西，你的脑就会开始想东西了。我没有 OnlyFans 这一些，但是我看到 Facebook 的是比较多新闻然后很多那种八卦，找小三扒小三出来这个男的是小三，这个女的怎么样？抖音其实蛮刺激的，因为你一看刷一刷，3个钟不见了，可能就2个钟不见了。真的是这样，就很无聊，你根本脑子没有装东西的嘞。哪怕你很忙，可是不懂为什么你会挤到那个时间来睡觉不睡觉去看那种八卦那种绯闻那种 X Twitter 还是微博 OnlyFans 这样刷就这样子会有是不是？所以你是通过我是直接 uninstall 掉，是蛮 practical 的 way 啦。你还有 uninstall 什么东西？没有而且我的 temptation 就是还是你的 temptation 是我反正改变不了，我就往前再用多一点点。
就反正我不能被救赎，我就直接成为坏人。其实我的 temptation 还好啊，因为其实身为师傅，我如果要贪钱的话，实在太容易了。我觉得从3年前我很红的时候开始哦，我就可以开始揽钱了。而且我有这样子的本事就能力跟本事，就以我当时候的很红的那个时候，我可以直接揽钱。可是我唯一的 test 就是爱情，然后跟男人有关，然后怕什么来什么，他们就是可能会送一个所谓的烂桃花，可是因为长得丑，我看不上眼，就没发觉是烂桃花。对，所以他们现在的那种 test 已经很高明了，就肯定送帅哥那一种，就来一直来诱惑我，然后给我一个好像 false hope 这样子，就是这个是你，我就开始失去掌控能力，就是 I lost control of my emotion， 我会觉得我上头这样子。可是就是我们这种修行的人首先我不是念佛，我不单身，有很多大师告诉我看破红尘，我讲 sorry this is not my own desire， 就是你修行这么高，我上几集讲过，就是我愿意放弃我的这个万年修行，就是我想还是你可以考虑双修。没有双修这个太恶心了，我有考虑过要当武则天这样子。真的我觉得就是你要有这个真的是意志力，就是首先你要有 self awareness， 就是你已经陷进去了，你要学会 control 你的 emotion， 然后如何 control emotion 有很多种方法，可能通过打坐，我是通过静下来，就是分析，就用逻辑分析这个问题。就以前的我实在太恋爱脑了，就是碰壁了很多次，失败过很多次。我现在算是学会，可是我还是有 lost control 的时候，就是会一直好像不停的上头。可是我到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已经触碰到我的，就是已经 affect my daily life。比如说，我每天会想起这个人，但是你知道他是渣男。就是你会开始慢慢控制。我现在 self awareness 是蛮好，然后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再这样子继续。Then I'll put a full stop. I'll give myself time frame， 这样OK， 今天不能再想了，就是你要做什么，该工作，该吃饭，然后 don't focus on this point。就有一些人陷进去，你会看很多女生前来问我要这个男的跟我绑定在一起对，会，我要做那种所谓的和法师。其实真当的师傅他们会做和法师，就没有强迫那个男，但是我们门派里面的是有可以强迫那个男的，甚至就如果一天不见你的话，你就会好像想死了，就是一直想着那个人，一个梦哦，原来。对，你会一直想着那个人，然后直到你见到那个人，你还觉得自己safe 了，对，开心还是什么？会有反效果吗？这种强迫性的和法，这个已经可以直接讲是降头了。不是和法师，和法师是很温和的，就是看看你们两个有没有珍贵的师傅，是看看你们两个有没有缘。我只是助你一把，就是他对，当你们两个见面的时候，他对你有好感而已，不是强迫性的说。就是我们门派的确有这种降头，可以就是让那个人爱你爱到死心塌地，这个也是我的考验来的。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会很想做这个，就是很想就是看到那个男的跪下跟我求婚，然后我就是要抓他，每天都在想我。可是就是你这个就是看你的定力了，就你要迈出那一点点小步。我是那种极端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一黑我就黑到底了，我不可能再翻身了，所以我一直很害怕，因为我觉得丑的还不用讲了，就是那种帅哥我最怕的，就是我会怕一看到帅肯定是送来考验我的。哎呦，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本身有这个 self awareness，然后我们会去讲这种用 Lime 去清理我的师兄姐弟然后我会思考很多问题，然后思考很多问题，我得到的比较逻辑的结论，我就会帮我自己洗脑说你看这个事实是这样子，就是你不要太过 emo，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这个是我的个人方式。如果普通人的话，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你们有更好的方式。我觉得
普通人，任何人啊，也不一定是普通人，可能你可以往向你的脉轮，就是 chakra 那一边去挖掘。如果会有，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可能欲望太强啊，或者是一直想一个人想个不停，你没有办法去 control 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你7个 chakra、7个脉轮里面其中一个，它可能会 off 了，不一定说是特别的。一定是那一个的问题，它可能是联合好几个 chakra， 然后影响到你整个人的磁场，它就是这一个样子的。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海底轮，我们的 root chakra， 因为你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一失去了这一个人，就好像那个天塌了下来，你的整棵可以靠的大树就完全没有了。第二的话，当然它也可以是我们的sacral chakra 那边 ，sacral chakra 就是我们的脐轮，它是关乎到我们的情感啊，还有性方面的一个过程，就比较直接一点。如果你这里会比较 off 或者是imbalance 不平衡的话，你就是可能会一直在想着，我就是想要上这个人，我就是想要跟他有亲密的接触，又或者是可能是我们心轮，每一个人的都会不一样。但终究来说，这一个 system 它是让你去察觉，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我们就去调它，跟它 balance 回去，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它就减少了一点，然后你也稍微的可以控制。还有最后的话，一定是自我意识，因为你整个人平稳了，对 self awareness。你平衡了，你可以比较好、比较清楚的去想东西，你也可以去回馈原来为什么我之前会这样等等的这些问题，你会深思熟虑。对，你就是有时候我们每个人，我觉得都是有点一定会有欲望，多多少少yeah，然后每个人都犯贱，就是我们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就很想去得到，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静下来，就是可以 slow down，然后你会发觉，原来我是冷脸贴屁股，人家都就你。当你很想一样东西的时候，就是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就是一直去做各种行为，为其他人而活这样子。对，所以 never lose yourself 吧，我觉得这个是爱情，金钱其实也一样，就是你会因为得到钱、得到地位、得到势力，然后其实讲真的，我回到来马来西亚，更加多人会 cast spell 这种，比如说如果你是。有一点事业成功的人，做什么行业都好，就是多多少少很多人都会嫉妒你很成功、很有钱这样子，他们会就是会做你。其实马来巫术也蛮普遍的，在马来西亚对。其实蛮普遍，这不同什么种族，他们总是都会去用这个的服务，就是我非你，我诅咒你，你诅咒我，这样子是很会有，因为马来人他们没有说出来，但是其实在马来同胞。那么提起，他们都懂的，找对的人，找对的事会懂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分种族，反正你触碰到我的利益的时候，对，尤其是在那种就企业公司里面啊，就那种每天看到很多钱的地方，偏门也好，就各种行业都会涉及这种你牵涉到我的利益，所以蛮恐怖的。因为尤其是因为现在是末法的时代，跟很多人去学这身心灵，很多人都会有一点点的小法术。比如道教的有学点道教法，一点学了什么法，学了什么法，各门各派的自己学了，只是他们没有学到那个，他只是学了那个初级的东西，再自己去乱做，影响到他就是还没有到顶，可是就学了1-2招，就外面的去乱做，所以影响到整个市场很烂吧，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讲吗？还是很整个市场就是五花八门哦，什么各有千秋，应该。诅咒这个东西本来破别的东西，可是不是来用在人跟人之间的这样子的东西，所以那个刀好像用错地方吧，我是觉得。讲到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欲望这个字，欲望它不单单。虽然我们谈到的，因为今天谈到的欲望是比较性那方面比较多的，因为性是比较大块的，在我们生活上的影响到。所以这边来看的话，欲望不单单纯粹于在于性，可是可能就是你的执着在于可能的金钱啊、做工啊什么东西，就很多放不开啊，它也会影响到。你整个 overall 的，因为 Kelly 所说，我们的小天使说了，那个 chakra 不 balance， 你做什么东西都没有可能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当你欲望，你好像比如恋爱脑到过笼了，可能你的钱财破，
你拿你可能会发财，你信太多的，可能你也没有时间休息，也是精神上也是有伤害了。所以有得必有失，你们自己要衡量你们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最完整的。可是如果当一个人陷入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陷入了吗？因为你在上着头，要撞了墙先。这样你要什么时候才可以把自己拉回来？静下来的时候吧。静下来容易说，很难做。你恋爱脑过后，你怎样去静呢？你的火就烧到猛了，你怎样去按那个火呢？怎么样静下来？如果是我的话，物理超度没有啦。物理超度这个够绝。用松柏就是真的是让你在你24小时。用松柏送走他。当当。敲他头。晚着 ，OK， 安静，没有啦。通常松柏的震动会让你暂时性的静下来。当你的脑接收到这个讯息，我可以静下来了，又或者是用催眠的方式，也是可以让你静下来。静下来之后呢，你就会比较的，会去想这一方面的东西。但是老实说 ，realistically 来讲的话，那个人 overly imbalance 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错的，所以要撞墙。所以我通常怎样？通常我会送他下地狱先的。不下地狱不成佛。也不但是，因为你不懂什么叫痛，你没有真正的渡了这个劫，你没有经过了，你不懂什么叫痛。好像我讲那个针插到你会痛，那个火烧到你会痛，不会啊，不会，因为你看到了嘛。可是你碰到的时候，你就插到你自己的时候你痛，烫到自己的时候你就下次你不会了。你当他讲，不要去了，不要去蹦迪了，不要去找男人了，不要找这种。可是我就是还没有出过去啊，就那些18岁的没有去过 clubbing， 你讲啊 clubbing 的男人的女人不好，不要去，你不要去。可是我这样讲你会不能，因为我全部朋友去，我就有那个欲望，我讲我不能 outdated， 我不能落后。而且你越是限制着他越是想要。对，很奇怪。对，真的是这样的，有人犯贱哦。就刚才我讲的，每一个人就是越得不到那个东西，他们越喜欢得到。像我的话，以前真的是超级恋爱脑，我以前是特别 emo 的一个人，我完全 control 不了，是通过我学我们的法门，就是疗愈了自己10多年。然后我现在是很明显啊，如果我今天为了一个人不开心，男女都好，代表我已经 off balance 了，就是我会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不开心哦，我已经很明确知道 OK 他已经影响到我情绪， that means 我已经 off balance 了。然后我就会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静下来想 OK 接下来我应该理智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我就会慢慢的调整我的心态，就是我会调整我 expectation， 我会调整我就是接触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可能frequency 这样子。这样子你很厉害，因为不是要有 self awareness， 所以我讲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 self awareness。因为我撞男没有，因为我已经被抛弃很多次，撞他下地狱下太多次了，所以他直接要不行了，我要上回去了，所以应该通过痛才领悟。所以变动跟痛其实也不是不好，通过痛你才知道什么叫成长，可以这样讲吗？对不对？所以在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有别的方法来看的话，可能让今天我们讨论，我觉得会让我想起一个 Vipassana 会帮助你意念。为什么要帮助？因为你进入这个的 Vipassana 禅修的场所，你的电话，你 everything 你要有noble silence， 就是你不能有眼睛交流，不能讲话，你只是可以跟那个老师讲话，需要的时候。但是你短短的10多天那边，你是不能的去有任何的交流，你就是一直禅修。本来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以为是朋友那时候带我去的时候，我以为是好像去 retreat 很好，因为他是 meditation retreat， 我讲 OK 啊，我就上啊，我就没有读他任何东西，我就去了。朋友，我 halfway 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懂我们去哪里啊？懂啊，去打坐吧，我吗？就 yoga 这样子咯。但是不是啊，我们好像就是那种佛教的八关斋戒这样子，就是过了12点不能吃东西啦，然后又不能做这个不那个这样子了，又晚上就是9点睡觉啦，早上4点起来啦。的确，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前面的2-3天是我头要爆要撞墙，要真的是突然静下来很恐怖，所以禅修不容易。这种共修也不容易。如果你去做这地方，你熬得过，你真的是会
脱胎換骨，你真的是脱胎換骨，脱胎換骨真的會，因為你在第5天、第6天的時候，你慢慢 normalize 過後是嘛，覺得 everything 是可以的。因為那時候我覺得大家以為你是不是很重要，以為工作沒有你不行，以為你家人沒有你不行，以為那個愛人沒有你就找別人。But 你不要忘記，其實沒有你過後，這個世界還在運轉着。沒有你過後，我最多找到一個員工，找到一個什麼東西，就是東西還在跑着的。所以那一刻我會領悟到的是，當你真正靜下你的腦，那 monkey mind 真的是讓你一直想很多，你想到可能想要死啦，想到很多東西啦，突然你不想到的，你的恐懼，你不想面對，你忘記了的那種 promises， 你忘記了的某些事情，全部會浮上來了。因為你在晚上睡覺睡不着，你看着哇，突然很多畫面靜，當然是每個人有不同，因為我看到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一個的反應，我是這樣子，所以通過了這一個 Vipassana 過後，你的確會讓你再深一度再了解自己，加上你的電話沒有 electronic 沒有東西，你每天真是算是面壁思過的，就一直反省，我覺得是不錯的。如果你們是 OK to 去外面這種的這種場所，這種的 retreat 這樣子的 activity 很好。如果不行，你真的是放不下一切這樣東西的話，你可以嘗試一下頌缽療癒啊，波動禮貌啊，還是這種去真的是找一個人聊下天，找一個朋友聊天。因為很多時候你悶不樂的時候，你放在心裡面，你又吐不出來的話，你自己做高你自己啊 ，you do 高 yourself。就是你要發泄這個情緒，運動也是boxing 啊，這些都蠻好。對，運動啊 ，boxing 啊，就盡你能力做的就做。There's always a way 在那邊 for 你啊，所以我發泄情緒是很簡單啊，吃苦是去喝酒。很恐怖誒，等下會肥嘅。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很多方法給我們 try， 可是慾望很重要呢？我覺得都是要我們適當，我們一定有慾望，因為有慾望才有動力，有動力你才會有辦事做東西，有個火。當你火滅掉的話，你不要想太遠。喂，是周星馳講的什麼那個？我又唔係鹹魚，每個人都應該有夢想。哦，你可以㗎。所以就這樣子，我的個人的領悟是這樣子啦，所以就真的有時候還是有慾望的，好像比如你沒有慾望的話，你同鹹魚有咩分別？沒有，我覺得我們還在紅塵，我們又不是六根清淨這樣子，對，就脫離這個紅塵。如果你要還要在紅塵，你想說我們來體驗生活是嗎？對，但是如果你要脫離，就是你要六根清淨，你就去修行啊，就不要在紅塵裡面啊。所以其實適當就好吧，我覺得就不要過量。對，就如果是100個人的話，你減少50個，再減少30個，再慢慢 reduce。如果你還在這個紅塵的話，你就要接受，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好像一個 angel and demon 在那邊講話，就你內心肯定有黑暗的，無論你有沒有 trauma。就是我們人本質上就會有一些小邪念，就多多少少，你看那個人比你好，你都會覺得我這麼這樣，就算你沒有嫉妒他，你也會覺得有這麼我這樣撲街了。是看你怎樣去控制它吧。佛教裡面也有一句話叫做五蘊濁日，就是我們想太多、看太多、知道了太多、聽到了太多，這些東西當它是太多的時候，你就會很亂哦。我們的七情六欲，因為還是人，你還是在生活，一定是會有的。你沒有辦法，就是說我今天完全沒有七情六欲，那就真的是可以去當和尚了的了。我覺得如果你什麼都沒有的話，我有時候我會用那個 Christian 的角度 ，When you are so perfect, you don't belong in this world, you belong to Jesus 。對，真的是這樣子。我覺得如果你什麼都沒有，變了一個無我的境界，你可以成佛了。所以 in a way you're not supposed to be here。如果你還在這個世界的話，我覺得每一個人就是脫離不了這個紅塵了。就算你去當個和尚，你的還是會有你的那個六根還沒有清淨誒。就是我覺得你可能比較少接觸 temptation desire。因為你不在這種花世界裡面，確實，但是你還是有你的這個，這也是我記得佛祖講了什麼到無我境界已經，那個你已經超越六道了，所以你可以成佛。但是如果你今天還在這個宇宙，還需要 oxygen， 需要二氧化碳，在地球裡面需要氧氣，oxygen 去滋養你的這個身體的話。
那你就需要就是有这个 temptation 和 desire 这些好与不好的，这个叫做阴阳协调的。The point is 就是道法里面讲的阴阳协调，跟我们的身体是一样，我们的灵魂也是一样。你刚刚讲到的那个 Christian 的，其实我朋友有问过我，如果这个世界的宗教全部都是回到同一个地方的话，这样 perfect 完美，它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样可以达到它？其实我想讲一个东西，有七情六欲嘛，我们来这里就是去体验很多的东西，去体验这个水很好喝，这个东西很好吃，体验这个爱人，体验帅哥，美女。体验完了，体验夜生活，每一个东西不是说不能做，你去做体验了那就好了，不要太沉迷，也不要过度的，因为人总是要体验的，你不體驗你會一直想着，哎呀，抱着那個平等心，係啊，我冇 try 過呢樣嘢，你會更加的受不了。所以帶着一個平等心、客觀的心態去體驗，哎，體驗過了，好玩不好玩？拿那個經驗就好了。你的體驗是什麼呢？在下面再留給我們知道。對，而且像我们这种有修法人，我们会想要控制的越来越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哎呀，就是我学了这么多法，我从来不用在我自己的身上，除了有必要时。就有时候我觉得我会越来越贪，因为我经过了很多不一样 level 的 test 吧，这样子讲，就是我会越来想要控制的越多，越多人越多事，越来越多我看不顺眼的东西。执着了，对，师姐执着了，真的是修法人更加需要懂得去 find 这个 balance。对，不代表说好像你今天当疗愈师，你当了法师等等，就不会有这样，反而你更加要知道，对你的我们三位都很多困难。我讲我的欲望，你们两个好像还没讲啊。欲望我会对每个事情执着啦，这要完美化它。控制欲，我比较是 dominant 很多东西，我就可能会有这个的执着，所以这个执着会有时候会让身边还有我自己会有困扰，会累。这个会真的，所以我真的会，我怎样 practice 呢？我就可能会通过念经啊，通过的呼吸法有很多种，每个的呼吸法都有不同。因为当呼吸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血液循环才跑，一跑的时候，我们大家的人会比较清醒一点点。所以就整个做东西的时候会比较冷静，因为好像比如你觉得这个决定明明知道是可能会做错的，等你又冲动的想可能要做的时候，就 double breathing， 就是吸了气，再吸多一口气，再忍一忍，再呼出来，做多2-3下，可能这个的决定过后好像不需要这样子的结果，也有可能。呼吸很重要，因为所以呼吸是你的life essence， 就是你的整个的本质，你的能量源吧，应该是说，所以不要忘记呼吸。因为我在城市，我觉得很多焦虑症、焦虑啊、depression 啊，全部都是因为什么？他呼吸呼错了。虽然很简单，每个人的呼吸，可是你现在呼吸太短太少，就是因为你不够气，不够油，你这个车。这个整体上的车不能 normal 的运作了。其实为什么一开始会进到身心灵或者学塔罗牌，就是想要知道更多的东西嘛。所以你知道塔罗牌它可以看到的东西真的是很多，就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去想，是不是看得太多了？是不是有看错了一些东西？是不是有些东西不应该看？包括之后也有从很多的顾客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就好像有的人他知道塔罗牌。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又或者是 witchcraft 这个东西，你可以去 control 一个人的 mindset。SRT 本身它也会有一个东西叫潜意识植入，就是让你要说的话植入在这一个人的脑里面，让他一直想起你。这一类型的东西，其实每一个门派或者每一个道具，我们讲它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是至于说你要不要去做到这个地步。我会很坦白说，我之前确实我控制欲是一个蛮强人，因为我会很害怕一个东西 lost control， 或者一个人突然消失不见掉。这个也是来自于我的童年的一个疗愈的。所以你有做 specific 的 witchcraft 来 control 人吗？这下合法这样子？因为我也怕，我一个不好也好的东西就是我很胆小，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呢？不要啦，
不要了，哎呀，还是不要，所以最后还是就收回来了。包括有一些我的朋友或者顾客，他们知道这一方面的，不管是 witchcraft。绿女巫或者是 SRT， 他可能可以带到去这一方面的一些服务，但我都会跟他们讲，你先想一想先，我不会说不能，但你先想清想楚了，多数都是到最后的时候突然间清醒，自我意识回来了，就讲其实我不需要，对，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欲望，什么样烦躁的东西，先让自己冷静一会，三思而行或三思而言，再去做决定，看要不要做这个东西。还有什么金句 for 你？没有了。活得 Live 开 life 心 to 就 your 好。fullest， 就可以总结我们今天讲的 topic 了。对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 identify the needs and wants，很重要。去知道每一件事情它的源头吧，就很像你生气一个人，你去知道那个原因，去知道这一些东西，对。你就会那条路就清晰很多了的。我们一起来送上我们的祝福给他们，希望大家都很清晰、很冷静的做每一样事、每个事情，都是很 calm 的一个状态去执行吧。你冲动某些事可以，可是通常真的是要会坏的事情。是的。真的，所以我们希望你们看了我们的视频，会得到某些的启发，让你们生活越来越好，越美满。希望你们有什么的要是知道的话，还是要再探讨多的，让我们在下一个集再去讨论多一点点的，也让我们知道吧。在下面也是一样 ，follow 我们，like follow share，OK， 还有 subscribe， 按那个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